曾经有一宗轰动全国的精装抢劫案，发生在1974年，被劫的正是我们家的宝瑞祥精装。我求求你，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带走，就不能带走这个？我管你什么祖宗18代！去死啊！山猪说，当年的抢劫案有内鬼。内鬼？谁啊？有没有可能是保家的人？ 翻开生命的篇章，许多迹象，等待时间去拆穿，探索神秘的步伐，只为写下每种情绪的伪装，将眼前的面纱一一的摘下，在黑暗中重拾光芒。 临近的白光，追逐回避的目光，折射出不可思议的模样。反锁迷离的胸膛，使劲的挣扎，但始终无法被埋藏。回忆总会纠缠，每个字思念走远过的谎。 想法。爸爸一辈子。 把保家的名声看得比他自己的性命还重要。我本来不想说的，其实真正的内鬼不是我爸爸，而是姑姑你呀。没凭没据，你怎么可以随便诬赖我啊？孔雀屏失窃后，我爸爸一直很内疚。不久，二叔和姑姑就逼他退位。多年以后，爸爸才跟我提起。 其实，他当年怀疑姑姑跟抢劫案有关，因为他亲眼看见案发前姑姑和林大勇接触。有什么状况就直接打电话给我。谢谢你的帮忙，我这次真的是找对人了。就这么说定了啊！哎。 大哥，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哦，建燕呢？他不舒服，去看医生啦。哦，哎，没有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好。谢谢你啊。他是谁啊？哦，他是电工啊，办公室的灯泡坏了，我叫他来维修的啊。那没事，你去忙吧。啊，好。原来姑丈当时的工厂生意失败。 还欠了一大笔债，但是很奇怪的是，劫案发生后，他的财务危机突然就解决了。所以你是怀疑你姑姑串通林大勇，为了是要解决你姑丈的财务问题？姑丈生意失败是我听我爸爸提起的。是的，他的财务问题的确很快就解决了。那是我老公变卖了印尼的木材工厂才解决的。 要不是你们当年见死不救，我老公的生意也不会垮台的。这件事情你们都不知道，都是他说的。姑丈在印尼到底有没有木材厂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你不知道，你心里清楚得很。其实啊，真正有问题的是你老爸，简直荒谬啊！是啊，真的很荒谬。 你老爸竟然敢光明正大的把林大勇的老婆带到金庄来，可是他没有想到被我亲眼看见了。怎么样？开始？有没有更好的？
妹子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哦，我忘了拿东西。刚才谢谢你啦。应该的，别客气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你慢走。再来。拜拜。慢走。抢劫案发生以后，林大勇的老婆也被抓了，报纸上登了她的照片，我认得出，她就是你老爸带回来的那个女人。我爸爸为什么要串通抢匪？他根本不需要钱解决财务问题。那是你老爸不服大哥掌权，他要把大哥推下台来。没错，二叔就趁机把爸爸推下台，这就是二叔真正的目的。所以你一直都不服我，对不对？你请 CCI 调查真相，就是要把大权夺回去。我只知道，你的位子是你老爸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。就是因为当年爸爸不肯借钱给你，你就这样了不服，就这样的污蔑他吗？老大的儿子跑进来说老大是被冤枉的，然后老二的女儿又说屁啦，是老大做的，然后老大的儿子又说是老三做的。这么说，大家都清楚了吧？3个人，3个版本。原本以为只是一个简单的抢劫案，没有想到是一个这么复杂的家族恩怨。看来宝乐明也不简单，他其实是想利用我们，借刀杀人。宝乐轩和宝如珍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为了金钱和权力，搞到全家人互相指责了这么多年。说怎么样？要不继续查？我是觉得没意义，跟我们接这个 case 的初衷完全不一样。OK， 今天到此为止，我先出去一下。黄宇，哎，我饿了，去吃吧。你们去吧，我跟小皮有约。OK， 拜。拜拜。拜。唉，小皮啊，你告诉老爸，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啊？那天那个吻，是多么的热情，多么的投入，他明明是有 feel 的嘛，为什么可以装作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啊？啊？小皮啊，你是不是也不了解啊？你是不是觉得女人是很烦的啊？嗯。社长刚才没有表态，你觉得他也同意不查下去吗？也许吧。如果真的不查下去的话，我去坐游艇，太阳也没那么晒，是出海的好时候。太阳，你黄玉阳就是我的太阳，太阳只有一个，独一无二，就像你在我心里也是独一无二的。于阳，哎，于阳，怎么了？这么入神？我在想那个孔雀屏世界的案子。你还是想找出真相？别想太多了。我去问社长跟剧院什么时候有空出海。我自己上去就好了。是吗？嗯。好，那你好好休息啊。我回到家打给你。好。好。嗯。拜拜。
拜。海峰。 怎么了？还好吗？我没事，拜拜。谢谢。每次吃一样东西不会腻。没办法，我只对这里的沙律情有独钟，百吃不厌。我喜欢熟悉的感觉，尤其是对人。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很好吃的。没办法，我就是死忠派。最近有案件在忙吗？忙啊。于洋没有告诉你吗？没有。有时候各自忙各自的，碰上面也聊不上两句。两母女啊，再怎么忙也要抽点时间关心一下彼此。他是不是跟你说了一些东西啊？其实他心里很想接近你的。做女儿的嘛，总希望能够跟妈妈聊聊天、撒撒娇的。对不起，太多事了。我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男人，充满着父爱。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幸福快乐。因为德良的事，我的心中呢，就好像被一块石头压着。这10几年被压得死死的，很沉很重。我不愿意去面对它，也许会这样，就忽略掉于洋。于洋很了解你的心情。德良的死讯被证实之后呢，我的心好像突然间放开了很多。过去就是因为自己太放不开，所以搞到自己不开心，于洋也不开心。喂，我跟朋友在吃饭。不了，今晚我有点事。好，再约吧。追求者。我已经老了。不会啊，还是跟以前一样漂亮，尤其是你的眼睛都没有变大。彩霞姐。嗨。我妈呢？出去了，不过晚上有排练，她应该就回来了。哦。
我刚好经过就来找。下个星期电视台有个大型池上表演，学员们要加紧排练。那我先回去了。于洋，你有心事，是感情的事吧？不知道自己的感觉是不是对的。真正的感觉是骗不了自己的心的。我知道，你最后的决定一定会是正确的。听你这么一说，心情好多了。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师傅早。哇，没有想到有人比我更早啊！还有5分钟。每逢星期三早上9点，风雨不改，一壶清茶，这就是杨爷10几年的习惯了。师傅喝茶。谢了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了，你才不会这么轻易就放弃追查孔雀屏失窃的真相哦。你怎么知道杨爷会有线索？杨爷就是当年开枪杀林大勇的警察，警队里每个人都知道。他来了。杨爷，杨爷，两师徒一起喝茶，好雅兴哦。因为要体会一下你的人生境界嘛。一壶清茶千种酒，两袖清风万贯才。我有没有说错？哎呀，我没有读书，你讲错了我也不知道的。两师徒一起出马，是不是遇到什么疑难杂症？啊？是有关42年前宝瑞祥精装抢劫案。哦，林大勇做的最后一次大劫案。那杨爷一定有第一手资料哦。那是我加入警队开的第一枪。那时候，林大勇抢劫宝瑞祥精装的事情非常的轰动。山猪和蜗牛落网之后呢，从他口中知道林大勇就藏身在林厝港的钢棚里面。林大勇那时候连续做了几次大案，他已经成为我们警方的头号通缉犯。没想到，我们竟然真的在一间小咖啡店发现他。我们来不及通知其他队友，就和林大勇发生了枪战。赃藏在哪里？我身边的人吞了我的东西，出卖我。林大勇身边的人出卖了他。他为什么会说身边的人吞了他的东西啊？我猜他说的是孔雀屏。不过后来我们警方把所有的赃物都追回来了，就是不见那块价值不菲的孔雀屏。林大勇身边的人，不是蜗牛就是山猪，不可能是山猪嘛？因为他说他连孔雀屏长得是什么样子都不清楚，而且他已经被警方抓了。会不会是他的妻子陈水仙呢？不可能是陈水仙，在抢劫案之前，他已经被警方抓走，最后还在监狱里生病死掉。林大勇有个情妇叫许艳红，她在歌厅里面唱歌，大家都叫她红姐的。是他偷了孔雀屏。我一直记住林大勇死前说的那句话：“
所以我私下派人去打探许艳红的消息，结果我找到她的下乡的地址。原来你年轻时候就已经有那种锲而不舍的查案精神啊！老实说吧，大半是因为好奇。想想看，大盗林大勇他身边有谁会出卖他呢？而且那块孔雀屏又在谁的手里？也不可能是许艳红。林大勇那么深爱她，在抢劫案之前已经叫回家乡，免得受到连累。没错，许艳红对林大勇的确是有几分真心。许艳红，如果现在还在，应该几岁了？应该有60、70岁了。喂，妈，我今晚会跟师傅去马来西亚查案，2、3天后才回来。好，拜拜。看来你跟你妈的关系好很多。我觉得我妈变了她不像以前那么怎么说啊，那么疏远。她昨天还主动跟我聊天，虽然聊的不是很多，但是我很开心。好事。这次出差要去多久啊？这次在马来西亚至少要待上30天了。你一个人去吗？没有了，还有于洋陪我去。哎呀，不用带那么多东西了。哦，还有，这次到马来西亚会顺便找几个老朋友。一切要小心点哦。不用担心，又不是第一次出国。我去洗澡。哎。是真的，我们真的没有什么，都是我那老公啦，他发神经病，莫名其妙吃醋，你千万不要误会啊！我知道，啊，我老公托你再找一个人，你知道了，我什么都知道了。喂，于洋，是我。我听师傅说你要跟他一起出差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？帮我看住他，不要跟樱花见面。那拜托你了。许艳红83年左右就离开歌厅，回去金马伦，潜心钻研命理相术。20几年前渐渐有了名堂，大家叫她红姑。去找她翻三叔叔的人不少。生辰八字带来了吗？带来了。这是他的，这个是我的。你们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我的老板。哦，就只这样？很多时候也像亲人。哦，师傅。你不是要各自翻我们的三世书吗？看了。真巧啊！你们前世的渊源很深啊。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前世呢，他是项羽，你是虞姬。前世你们有难以割舍的缘分。今生来世，都将有未了的情缘。
你们也许是情人，也许是兄妹，也有可能是父女。你们是从新加坡来的，怎么会知道我这呢？朋友介绍的，他们之前来找你看三世书，说你算得很准。那这次我们来金马伦玩，就顺便来找你。是啊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过翻三世书，听起来真悬啊。你们不是真心的来看三世书的，是另有目的，是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替人看面相看了几十年，难道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？你们到底有什么目的？说吧。OK， 请问你是许艳红吗？我们是为了42年前宝瑞祥金庄抢劫案，想跟你求证一件事情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们是私家侦探，是宝瑞祥的后人委托我们查出当年孔雀屏事件的真相。你们究竟想知道什么？林大勇被通缉时，有一段时间你一直跟他在一起，你见过那块孔雀屏吗？我是见过。当年大勇被通缉，他不方便露面，就把那块孔雀屏交给我，要我去找一个熟悉的行家去鉴定。谁知道，竟然是假的！老姨笑死了，所以竟然去偷了个假货，大到林大勇这回丢脸丢大了。混蛋！孔雀屏是假的。宝瑞祥的传家之宝竟然是假的？不是。大勇怀疑真正的孔雀屏被调包了。被调包？这件事对大勇来说是奇耻大辱，他发誓一定要找出是谁干的。所以他怀疑是他身边的人，跟他一起干了山猪还是蜗牛。当时他被通缉，他不方便去查，即使他想查，也查不了。我们这次来证实了杨爷说的话，林大勇在临终前说被人出卖，指的就是被调包这件事情。林大勇真的不知道调包的人是谁吗？这可能就是他到死都耿耿于怀的事吧。哎，师傅，你说孔雀屏有没有可能是在抢劫之前被调包的呢？如果是抢劫之前，就可能是保家的人暗中调包；如果是抢劫之后，林大勇身边的人比较可以。那你觉得红姑说的话可以相信吗？林大勇那么相信他，就证明他是一个人讲义气的江湖人，没有必要说谎。你笑什么？我在想他刚才说的那些话。哎，师傅，我们前世是楚霸王和那个鱼什么鸡的，那今生我们是亲人哎，你很有可能是我爸爸，我们怎么可能是父女呢？我说他一开始就已经怀疑我们的身份了，所以故意试探我们。哎，不过有一点倒是挺准的，我们真的很有缘哦。你们查到了什么？你姑姑宝如珍的丈夫当年的确是在印尼卖掉了他的木料厂，解决他的财务问题的。我们问过一些退休的警察，他们说林大勇每一次干案之前，都一定会跟他老婆先伪装探路。换句话说啊，宝如珍还有宝建业呢，他们的确不认识那帮劫匪。这么说可以证实，二叔和姑姑都是清白的。没错。不过我们查出另外一件事，那个孔雀屏在被劫走的时候已经被调包，是假的。啊？假的？当年林大勇找了专家来鉴定，发现的确是假货。一直到他死去的那一天，也不知道是谁把孔雀屏调了包。根据宝瑞珍跟宝乐轩，当年只有你的父亲宝剑帮有保险箱的钥匙。如果孔雀屏是在失窃前被调了包，唯一做得到的只有你的父亲一个人。我爸不可能这么做的。
我爸临死之前一直嘱咐我，要查明真相，还他清白。如果孔雀屏是他偷换的，你何必这么做呢？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查下去。你们一定要相信，我永远无法忘记他绝望的眼神，他到死的那一天都无法洗清冤屈，带着那么大的遗憾离开人世。Brother， 你相信他刚才说的话吗？看他样子，不像在演戏。我也这么认为啊。为什么不喝酒啊？戒了。戒了。对。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啊？为什么是他们2个人啊？为什么是社长还有于洋去马来西亚查案，然后留我们2个在这里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可能我们2个都错了。我们真正的情敌是社长老大。什么叫我们的情敌啊？于洋是我的女朋友，够了没有？他没有跟你说那天发生的事啊？什么事哦？什么？的事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吻了他？喂，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，愿赌服输嘛，啊？啊，又是你！你还想问什么呢？所有孔雀屏的事，我知道的都告诉你啦。其实跟孔雀屏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哦。我一直在找一个人，找了很久都找不到。我是想问你，我还能够找到他吗？我是看占事书的，不懂卜卦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凡事不要强求。有缘的话，自然会碰到，你就可以找到；没有缘的话，也不要勉强，随缘吧。不好意思，请问纪念品部门在哪里？先生，叶子，哇，谢谢师傅。怎么来这里了？听酒店的人说这里的薰衣草原很美，所以来走走。真的很漂亮。
先生，你的钱包。谢谢你啊，不客气。真的太粗心了。我想留在这边找一个老朋友聊聊天，你自己回去 OK 吗？嗯。宝如珍、宝剑业还有宝剑帮都没有嫌疑，林大勇又死了，山猪没有可能。这么说，只剩下一个人了。蜗牛30多年前出狱之后，就下落不明。看来他的嫌疑最大。大有收获！我告诉你们，我已经找到孔雀屏的真正来路。收藏家林思倩说，孔雀屏是她的祖父30年前在香港的一个珠宝行买下的。30年前在香港买的？嗯，他真的约你跟你说？那当然了，为了你，我在酒店门外等了几天几夜，他被我的真诚给感动了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是不需要帮我做这件事情吗？我知道，不过没有关系啊，因为这件事情我学会了锲而不舍。好啦，我的任务达成了，我先走啦。拜。我会回来找你的。拜。拜。拜。回家小心喽。伯母哥对你很认真的哦。他之前对你很认真吗？现在呢，一点感觉都没有，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他的感情呢，转变的比新加坡的天气还快啊！他现在对我锲而不舍，等到他看到另外一个他喜欢的人呢，就会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不要说嬷嬷过了，谈谈孔雀屏吧。现在的收藏家林思倩的祖父是在30年前买了孔雀屏，这么说，孔雀屏失窃后。有10年完全没有消息啊！这10年，山猪跟蜗牛在坐牢。10年后，也就是30年前，他们出狱，孔雀屏又出现了。Yes， 谜底解开了，偷窃孔雀屏的人就是蜗牛。什么？孔雀屏是蜗牛调包偷走的，想不到他竟然出卖老大，没性混蛋！大勇老大被打死，老子辛苦一辈子啊，他自己一个人大富大贵，太没天理了！山猪叔，老实跟你说，我们是私家侦探，其实是那个宝瑞祥的后代委托我们调查孔雀屏失窃的真相。哎切！我早就知道你们不是什么拍电影的。我现在想到被蜗牛骗了，我就生气呀！山猪叔，你对蜗牛的事知道多少？啊，让我想想。啊，我想到了，他有一个儿子，还有，几10年了啦，我记不清楚了。哦，我想起了，他的屁股有1粒痣啊，那时候我帮他绑那个，就是绑他的那个的时候看到的。屁股是怎么查？山猪叔，你唱的歌仔戏很有意思，你想不想我帮你拍下来，放上网，让大家欣赏欣赏？好不好？玉阳，下来一起喝茶吧。小心烫。嗯，谢谢。洪顾生的说没有错，人与人之间
真的是要看缘分的。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是在警队，那个时候你刚刚毕业，就被调了我们这一组。过后我开侦探社，你也加入，从一开始到现在，你都跟着我，真的是缘分。你跟海峰怎么样了？很好啊。那个俊彦呢？那天我看到你跟俊彦从外面回来，他看你的眼神很特别。虽然你装的若无其事，但我也看得出你对他态度改变很多，对吗？什么都躲不过你的眼睛啊！现在陷入三角恋的人不止他一个人了，看来你也面对三角习题了，是不是什么东西要跟我说？3年后再遇到海峰，看到他终于走出他前女友被杀的事，我为他感到很开心。所以当他叫我给他多一个机会，我当然愿意，因为我以为我们还可以继续下去。怎么知道有些事情过去就过去了？我跟他之间的感情已经结束了，所以当俊彦跟我表白说他喜欢我，就在那一刻，我才发现，其实我对他是有一点点感觉的。你对俊彦的了解多少？我们都了解他的为人啊，不是吗？我知道，我只是他的生活，譬如说他喜欢做什么运动，交什么朋友之类的。没想过哎。所以说，是时候想一想了。在你还没有了解清楚之前，不要把感情放在一个男人身上，因为这世界上可能还有更好的男人在等着你。我是真的不想看到你受伤。师傅，我有点累，我进去休息了。于洋，吃晚餐了，于洋。于洋，于洋。他抬头仰望身边熟悉的脸，和试图防备的双眼，编织的谎言，编织的从前，轻抚着他们披上羊皮的肩，适应着伪装的感觉，现实和幻觉同时被领略，起初都在天堂边缘观望这个世界，后来不知不觉也踏上地狱的边缘。原来我们都是勇敢的爵士，总带着一份保守怀